講到馬來西亞肉骨茶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單，但說實話，90%的人根本沒吃對地方。有人嫌它要味重，有人說只是排骨湯，那不是肉骨茶的問題，是可能你吃錯區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不跟你講情懷，不走觀光客路線，老字號存活時間，在地人真實吃法，哪幾家是名氣大於實力，哪幾家是真的強到連巴生人都閉嘴點頭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我們開始。第10名，滿膳食館。滿膳食館走的是檳城版本的肉骨茶路線，跟巴生那種一喝就知道藥材下很重的不一樣。它的湯頭明顯比較清爽，要香有，但不會一入口就壓過排骨本身的甜味。對第一次吃肉骨茶或對中药味比較敏感的觀众來說，這反而是加分项。從實際數据來看，滿膳在 Google Maps 上長期維持 4.0 分以上評價，評論數量穩定成長，代表它不是靠一次性觀光客充分，而是有固定回头客在撐。它是安全牌，不是地雷店。再講吃法，這裡主打瓦煲慢燉，排骨燉到軟但不散，湯色偏深卻不濁，油條是標配，但不會搶戲。白飯顆粒分明，適合把湯慢慢淋進去吃。你會發現它整體設計就是讓人順吃完一鍋，而不是吃到一半開始覺得膩。那它為什麼只能排第10？因為它沒有性格到可以代表肉骨茶的核心靈魂。它很穩，很乾淨，很舒服，但少了巴生老店那種一喝就知道這碗湯有年代、有脾氣的厚度。如果你在檳城想吃一碗不會踩雷、長輩小孩都能接受的肉骨茶，滿膳食館是可以放心帶人去的選擇。但如果你是為了此生一定要吃一次真正的肉骨茶，那它更像是入門關卡，而不是終點站。第9名，四眼巴生肉骨茶。它是巴生当地人会吃，但不会拿来炒第1名的那種店。四眼最有名的不是單一味道，而是選擇多。你可以點傳統的濕肉骨茶，也可以點他們家招牌的乾肉骨茶。乾的那鍋用醬油、蒜香、辣椒去收汁，鍋一上桌，味道直接炸開，很容易讓第一次吃的人留下印象。但問題也正出在這裡，乾肉骨茶的香氣很猛，記憶點很強，可是相對之下，傳統湯版反而少了一點深度。藥材味有，但層次沒拉到最後，喝第一口覺得不錯，喝到後面就比較平。從評價數據來看，四眼在網上長期維持 4.1 分到 4.3 分左右，評價數量不少，證明它確實有穩定客群，但很少看到那種吃完直接封神的極端高評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它好吃，但不極致。再講一個很現實的點，四眼的出餐速度快，座位多，翻桌率高，很適合朋友聚餐或第一次跑巴生肉骨茶路線。你不會餓着，不太會踩雷，但也不太會被震撼到失語。四眼巴生肉骨茶適合想一次吃到乾濕2種版本，又不想排到崩潰的人。但如果你是為了追求巴生肉骨茶最原始、最厚重的那一口靈魂，它會是好朋友，但還不到信仰等級。第8名，阿喜肉骨茶。從這一名開始，我們正式離開觀光安全牌，進入老客在吃的區域。阿喜肉骨茶的位置不在巴生，而是在吉隆坡半山巴，但它能長期被拿來跟巴生店比較，本身就說明一件事，它不是靠地点在撐，是靠實力在活。它從2023年獲得米其林推薦到至今，味道絕對不是空穴來風。先講湯頭，阿喜走的是偏傳統但收斂得很好的路線，藥材味明顯存在，可是不会一喝就压喉，反而是越喝越順。第一口是香，第二口開始有厚度，喝到後段你會發現嘴巴沒有負擔，這在市區肉骨茶裡並不多見。從數據面看，阿喜在谷歌地圖上長期維持 4.2 分上下的穩定評價，評論數量持續累積，而且評論內容有一個共同點，老味道，吃很多年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它的客群不是追流行，而是把它當日常。再講肉，排骨切得不小氣，燉到軟但還保留肉感，不是一夾就碎那種偷懶熟度。
內臟類處理得很乾淨，乾不粉，長不腥，這種細節是老店才會堅持的地方。那為什麼它沒有再往前擠？因為它的風格太穩，太老實，你幾乎找不到明顯缺點，但也很難拍出那種第一口就震到觀眾的誇張反應。它更像是一家你住附近會默默吃10年的店。阿喜肉骨茶不是來搶第一的，它是那種在吉隆坡市區能讓你不用特地跑巴生，也吃得到接近正統巴生派水準的選擇。第7名，星記肉骨茶。從這一名開始，名單裡出現一個新元素，被權威點過名的肉骨茶。星記不在巴生，而是在吉隆坡甲洞，但它長期被列進米其林指南推薦名單，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替它完成第1輪篩選。先講清楚，米其林不會告訴你最好吃，他告訴你的是這家店在同類型裡穩定認真，而且長期維持水準。星記的湯頭明顯比前面幾名更乾淨，更克制，藥材味不是一開始就撲滿嘴巴，而是慢慢展開，走的是耐喝型路線。你會發現喝完整鍋，喉嚨不會乾，嘴巴不會黏，這種收得住的湯通常來自經驗，不是運氣。從谷歌上的評價內容來看，星記最常被提到的不是很猛，而是很平衡。這代表它沒有靠重藥重油去堆存在感，而是把排骨本身的甜味留在舞台中央。對第一次接觸肉骨茶的人來說，它相當友善；對老饕來說，它則是一家不會讓你失望的日常選項。再看配菜，排骨分量規矩，燉到位但不散，內臟處理乾淨，口感穩定，油條白飯都是功能型配角，不搶戲，但缺一不可。整體組合的完成度很高，卻刻意不做誇張。星記的角色很明確，它不是最有個性的那一家，但它是最不容易出錯的那一家。當一碗肉骨茶能在多年時間裡維持同樣的味道，又被指南持續點名，這件事本身就是實力的證明。星記肉骨茶是那種你帶外地朋友來，不用解釋，也不用擔心被吐槽的選擇。它可能不會讓你當場封神，但會讓你在回程路上默默點頭的存在。第6名，阿達肉骨茶。如果前面幾家是可以吃得好，那阿達是那種你沒來過巴生，卻已經在吃巴生人的日常。阿達的位置低調到不行，店面不新，裝潢不講究，但一到用餐時間，熟客進門連菜單都不用看。為什麼？因為這裡賣的不是變化，是一鍋幾十年沒亂改過的味道。阿達是非常典型的老派巴生路線，藥材下的實在，湯色深，但入口不是苦，是厚。第一口你會覺得，哦，這鍋有認真。第2口開始，藥香肉甜油脂感會粘在一起，喝到後面你會發現這碗湯在嘴裡站得住。從網上的評價來看，阿達最常被提到的關鍵詞不是浮誇形容詞，而是老味道，小時候就在吃，一直沒變。這類評價通常不會出現在新店，它只會出現在活得夠久也夠穩的老字號。排骨切得大塊，燉到軟但不爛，吃得到纖維。內臟類是行家等級，粉長脆，豬肝嫩，沒有任何多餘腥味。這種水準不是靠一次練習，而是靠每天重複。阿達肉骨茶不是讓你第一次就愛上，而是讓你在吃過很多家之後，回頭才懂它有多正統。第5名，奇香肉骨茶。這家肉骨茶是巴生區非常典型的老巴生人名单裡的店，它名氣沒有全面擴散，但在地圈子裡，它一直被歸類為你真的常吃肉骨茶，遲早會輪到它的那種。奇香的路線明顯比前面幾家更厚，更老派。藥材味不是慢慢展開，是一入口就站穩腳步。但奇妙的是，它不會苦，湯體偏濃，油脂感清楚，喝到中段會有一種被包住的感覺。這正是很多巴生老饕追求的那一型。從谷歌地圖上網上評價來看，奇香的評論有一個很明顯的共通點，味道很巴生。這句話其實很殘酷，也很真實，因為它代表一件事：你如果不是巴生派，很可能第一次會覺得太重，但你如果是
就會覺得它很正。排骨切得大塊，燉到軟淡不散。內臟類處理屬於高標準區間，粉腸脆，豬肝不粉。乾肉骨茶也是它的強項之一，收汁偏醬香，適合重口味觀眾。但是它的味道很明確，立場很清楚，這讓它在老饕圈裡評價極高，但在廣泛觀眾裡就會出現明顯分歧。奇香肉骨茶是那種你開始認真研究八升肉骨茶之後，一定會被帶去吃的店。它不是入門款，但它是你進階路上繞不過去的一站。第4名，橋底盛發。這家肉骨茶是那種你只要來過一次就很難忘記畫面的店。先講名字為什麼成立，它真的就在橋底，不是噱頭，是現實。店面緊貼鐵道與高架橋，車聲、風聲、鍋聲混在一起，這種環境你複製不了，也裝不出來。很多人第一次來會先愣一下，然後才發現這就是八升肉骨茶最原始的樣子。橋底盛發的湯頭走的是偏厚偏直球的老派路線，藥材味一入口就站出來，不繞彎不修飾，喝第一口你就知道它的立场。這碗湯不是要討好你，是要告訴你我就是這樣。但厲害的地方在於它厚卻不亂，油重卻不濁。從網上評價來看，橋底盛發最常被提到的不是裝潢或服務，而是味道幾十年沒變，早上一定要早點來。這類評價代表什麼？代表這家店不靠更新，不靠營銷，只靠時間在篩選客人。橋底盛發有明顯的時段性，早上和晚上各一場，熟客都抓得很準。人一多，老闆的動作會變得極快，但鍋裡的節奏不亂。但是我覺得它環境吵，座位擠，味道直接，不是每個人都會愛。但一旦你吃懂了，你就會明白，這家店根本沒打算讓所有人喜歡。橋底盛發肉骨茶是八升最有畫面感也最有性格的老店之一，它不解釋不妥協，坐在橋底把該煮的湯煮好而已。第3名，老山東肉骨茶。老山東不在八升，而是在北馬冰城島對岸的北海，但它能一路被討論，被拿來对標八升名店，原因只有一個，它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，而且走得很穩。老山東最有辨識度的不是傳統師湯，而是乾肉骨茶。鍋一上桌，蒜香醬香先衝出來，隨後才是藥材底味。這不是改良，是重組。它把肉骨茶的重心從喝湯轉成吃鍋氣、吃收汁的層次，這點在北馬特別吃得開。但別誤會，它不是只有乾鍋。老山東的湯版肉骨茶同樣維持中藥底的骨架，只是整體調性比八升來的收斂乾淨，少了一點霸氣，多了一點順口。這種做法很聰明，因為它讓第一次吃肉骨茶的人不會被嚇跑。從網上評價來看，老山東的討論度非常集中在2個字：穩定。不少評論會提到來北海一定吃很多年沒變，這代表它已經從一家店變成當地飲食路線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單點爆紅。老山東的客群很廣，從家庭上班族到外地遊客都有。出餐節奏快，翻桌率高，鍋氣夠，味道明確。那它為什麼能衝到第3？因為它成功做到了2件很難同時成立的事：一，保留肉骨茶的核心靈魂；二，讓非八升派也能吃得開心。老山東肉骨茶是那種你吃完會發現，原來肉骨茶不止一種答案，而且整個味道都是答案，成立得很漂亮。第2名，三美肉骨茶。排到這裡已經不是好不好吃的問題了，而是哪一家最像八升人每天在吃的那一碗。三美肉骨茶很多觀光客其實會錯過，它不在最熱鬧的老街，不主打故事包裝，位置在八升住宅區一帶，但你一走進店裡馬上就懂，這家是給熟客吃的。先講湯，三美是標準的重藥材八升派，而且不走修飾路線，湯色深，藥香直衝，但喝下去不是苦是厚，第一口你就知道這鍋下料沒再客氣。第2口開始，肉甜和油脂慢慢出來，喝到後段
嘴巴會有一種被包住的感覺。從谷歌地圖上網上評價來看，三美長期維持高分區間，而且評論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，很多人寫得很短，但來得很頻繁。這種評價形態通常只會出現在一，沒什麼好解釋；二，反正你吃過就會自己回來，再講配菜與點法。三美的強項在於拼盤，排骨、豬肝、粉腸、肚條一次上處理得非常乾淨，火候穩定到幾乎不會失手。很多在地人是直接點一鍋湯和一盤內臟加白飯，不需要油條，照樣吃得很完整。那為什麼它是第2名，不是第1？因為三美太在地，太原教旨，它的味道對巴生人來說是日常，但對第一次吃肉骨茶的人來說，可能會覺得太重、太硬派，沒有過渡期。三美肉骨茶是那種你住在巴生會一直吃，但你不是巴生人，可能要吃第2次才會懂的店。第1名，直落玻璃肉骨茶。我心中的第1名來了。直落玻璃的江湖地位不用多說，在巴生，只要你開口問肉骨茶，10個人裡面至少有1半會直接丟給你這個名字，不是因為它話題多，而是因為它夠老、夠穩、夠標準。再講湯，這才是核心。直落玻璃的湯是標準到可以當範本的巴生派教科書，藥材味厚，但層次非常清楚，不是一鍋亂燉。前段是香，中段是肉甜，尾段回甘，而且油脂控制得極好。你喝完整鍋，嘴巴不會黏，喉嚨不會乾。這種穩定度基本不靠靈感，只靠經驗。肉的處理同樣是高完成度，排骨燉到用筷子一夾就開，但纖維還在。內臟類乾淨，火候準，沒有炫技，但也幾乎找不到失誤點。你會發現這裡沒有任何一項是最誇張，可全部都在高水準線上。翻桌快，點菜流程順，熟客比例極高，很多人一坐下根本不用解釋。這代表一件事，信任感已經建立完成。老闆知道你要什麼，你也知道你會吃到什麼。他第1名不是沒原因的，因為在巴生這種肉骨茶密度高到殘酷的地方，能長期被最多人接受又最少被質疑，本身就是最強實力。直落玻璃肉骨茶可能不是每個人心中最刺激的那一家，但它是巴生區最穩、最標準也最經得起時間檢驗的那一碗。如果你一輩子只吃1次巴生肉骨茶，第一站就是這裡。看到這裡，你應該已經發現一件事，肉骨茶從來就不是哪一家最好吃這麼簡單，它比的是時間、穩定度，還有你到底懂不懂這一鍋湯在講什麼。如果你是第1次吃肉骨茶，名單後段是安全入口。如果你已經開始分得出湯厚不厚、藥香是不是亂下，那前段幾名你一定會有自己的偏好。如果這份排名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收藏，也可以留言告訴我你心中的肉骨茶排名。我們下期見。